非常地道。摄影师有一个小问题，我现在尝了这个汁儿，算不算酒驾？可能算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关俊的美食空间。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。今天分享什么呢？今天这个有点深了啊。前两天去苏州，呢，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粤菜餐厅，叫粤山房。他们的菜真的是没得挑啊！我在他那儿呢吃到了我认为是今年最肥美的大闸蟹啊！来，摄影师来看一眼，这个蟹它是太湖的啊，你看漂亮不漂亮？漂亮，感觉你看这个是公的啊，这个季节正好吃公。你看这个母的也是这样，所以说第一时间我要人肉给它背回来。那做什么呢？之前我们和大家分享过清蒸和盐焗，那是不是还有一个最美味的大闸蟹的制作方法我们还没有做过？什么？就是熟醉蟹。好，那说到这个熟醉蟹了啊，我的好朋友新京菜的创始人段誉先生，他呢就是做完了这个熟醉蟹之后，熟醉蟹才在中国真的是完全的流行开来。那怎么讲呢？我前两天呢给他打一电话，我说能不能把你的那个熟醉蟹的方子贡献一下？他说行，没问题。然后我拿来的方子我一琢磨，坦率的讲啊，今天我们做的这个熟醉蟹的配方还不是它的原始配方啊，因为它很多不是说调味料，就包括酒，比如说它要放茅台酒，放一些特制的白兰地啊，这个我们其实家里边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啊，所以说我又给它中和了一下，我们来一个段誉的这个配方的中和版的熟醉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食材啊。食材呢，我们这是公的大概是小6两，母的是5两。真的很少有人拿这么大的蟹做这个熟醉蟹，是不是？是。那我们拼了啊！来，那除了这个大闸蟹之外，我们介绍一下其他的调料。这是香菜，香菜我们只取这个香菜杆，然后香葱、大葱、姜，这是香叶、白蔻、花椒、陈皮，陈皮是我们已经泡好水的，白胡椒粉、冰糖，然后这个是话梅，然后我们待会儿还有一些酒，我们配调料的时候，我们再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。这个摄影师可能我们的调料品种比较多，然后克重也不好记，我们最后放在结尾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现在就是这样，我们马上回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初步加工一下啊。来，我们先把这蒸锅打开，蒸锅打开，先做上水，干嘛用？摄影师？蒸蟹是不是？熟醉蟹，我们要让这个蟹蒸熟它。来，我们这个蟹先放一边，等这个蒸锅开了，我们把它放进去。来，现在我们把这个葱拿过来，这个我们已经给它洗干净了啊。这个香菜呢，我们取这梗，这已经洗干净了，我们先放在一边。然后这个香葱，我们就给它就是这样一开二就行了。我们放在这个垫了一个锡纸的烤盘里，干嘛用？我们要用烤箱烤一下，把它相对烤干，让它的香气散发出来。除了香菜和香葱，还需要烤的还有这个姜，这个姜呢，我们就给它切成姜片，大一点没所谓，因为我们只是借助这个姜的味道。好，然后姜我们有序的放一下。其实我特别要说一下这个葱啊，尽管我们选的是葱白，但是这个葱白里面你看一眼，我们真的是只要葱白啊，我们把这里面的这个芯儿也给它去掉。其实也可以要啊，我们段誉说了，就是要相对讲究一点。这个讲究在哪儿？其实它的这个葱的这个味道的层次，还真的是不一样啊。如果你要是真的不讲究，你说真的有那么大差别吗？那你要说没有就没有吧，是不是？摄影师？是。来，我们严格按照配方来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葱绿真的是不要啊，我们只要这个葱白的部分。哎呀，这也太讲究了。那这个怎么办？这个不能浪费啊。我们这个炒菜什么的全都可以。来，我们给它放在一边。这个呢，其实熟醉蟹呢，我觉得相对来说并不复杂，就是步骤呢比较多，您就按照有序的步骤进行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个话梅一样啊，我们一袋话梅也是放在这儿，一起烤一下。然后还有这个陈皮。这个陈皮呢，我们选的是10年的陈皮啊。其实这个陈皮倒没有什么所谓，基本上一般的普通陈皮就行了。但是需要把陈皮的表皮的这个白，给它稍微的去一点。如果要是不去呢，我们的酱汁可能会有一些发苦。好，这个其实不用烤啊，这个我们就是只是把它这个表皮去掉就行了。好，这个基本上就先这样。那说这个烤多长时间？我们烤箱预热200度，烤10到15分钟，马上回来。好，这我已经预完热了啊！来，摄影师，我们给关上，大概200度，我们烤10到15分钟啊！来，我们定时，先定15分钟。
马上回来。好，我们现在蒸锅开了，来摄影师，我们真的是这么大的蟹啊，来蒸这个蟹呢，我们要倒着帮它放。你看这蟹太大了，这么大的蟹我们蒸20分钟。这个蒸完蟹还有一个就是做熟碎蟹的小秘方，也不是秘方，小窍门，一会儿再和大家揭晓。现在我们把盖子盖上，20分钟以后再回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调一个料汁儿啊，我们先把火开一下，这个火一定要小火啊。我们用矿泉水1000毫升，是不是有点奢侈了？奢侈就奢侈啊，因为我们这个蟹真的是太好了，太贵重了，我们也一定要好好的对待它。来，那我们现在倒什么？生抽，700毫升的生抽，这个我们是放的薄盐的生抽啊。我们在往往每一次的和大家分享配料的克重的时候，其实是一个举一反三，或者说是一个引子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增减啊，这个没有可吐槽的地方，我觉得。来，然后再来300毫升的味极鲜，这个我们在厨房里做饭的时间长了，大概有一个量啊，因为它有一个总的克重，我们根据它增减就可以了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还要放200毫升的蚝油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我们一定要小火啊，这种状态。然后我们这有什么？摄影师？冰糖。冰糖这个线，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啊，这已经是高温消毒过的，无碍。好，我们把冰糖放进来。小火把它融一下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。我们等冰糖化开，然后我们烤箱里面还有什么？还有香菜、香葱、大葱之类的。待会儿烤完了之后，我们一起放入，一起熬兑。好，来这是我们香辛料还没放呢啊，来我们也是依次把它给放入啊。陈皮没有所谓啊，其实揪一揪也都可以，不揪也没事啊。好，我们这个白蔻。哇，这个白蔻很关键，很关键。好，其实我们也不用做料包了啊，就是这种状态。来，花椒，感觉是不是有点豪放？是。其实呢，我个人觉得，现在基本上每到这个季节呢，做熟碎蟹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每个人的方子呢可能也都不一样啊。大家可能喜欢我这个，也可能喜欢别的。其实段誉的配方呢，在社会上流传的很广，其实也很多电视节目也给他做专访啊什么的，他也透露了不少。所以我们这个也并不是什么秘密啊，尽管我们这个也并不是它的原始配方。来，摄影师，刚才听到什么？我们烤箱响了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去看一眼。好，来，摄影师，我们看一眼啊，我们这个基本上差不多了啊。来，打开看一眼。哇，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状态。其实跟我们这个鲜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了啊。好，我们这基本上已经可以了。把我们烤了一下的香菜、香葱、姜和大葱，我们一起放进来啊，包括我们的话梅，不用切了啊，大一点就大一点了。我们主要的是它的味道。现在一直要持续小火啊，一定不能大火。就是这种状态下，大概熬多长时间？第一是把冰糖熬化，第二基本上要熬15到20分钟，尽量不要让它沸腾，就是来在小火慢熬的这种状态。哇，现在这个复合的香气是非常浓郁的，对不对？好香啊！嗯。好，我们再煮它10分钟，马上回来。那我们这个蟹是不是到了20分钟了？是。好，来我们看一眼，我们把火关掉。来，1、2、3，嚯！蟹膏都出来了，哇！我们这个蟹真是太大了。然后这个蟹做熟碎蟹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窍门，很多人都会忽略掉，这一步一定要遵守啊！我们准备了冰水，蒸完的这个蟹来迅速放进冰水，让它热胀冷缩。然后我们在熟碎之后，这个蟹的肉才会更加的紧致。我感觉我们的这个蟹真是太大了，盆小了，装不下了。好，那基本上就是先是这种状态啊。来，我们来放在这边，先不用管它啊，一定要先冰镇。这个盆装不下了怎么办？来，我们其实放在那个自来水下面，我们去冲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好，来，摄影师，基本上我们这个
酱汁基本上差不多了，来，我们尝一下啊，有一点粘稠的感觉。非常绝妙啊！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开一下火，让它开一下。我们全程只有这一刻是让它沸腾一下。哇！好，现在我们来关火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熟醉蟹，是不是？熟醉蟹，但是酒呢？酒我们什么时候放？现在千万不要放酒，我们要等我们的酱汁儿完完全全晾凉之后，然后我们放酒。来，就是这个螃蟹，我们用冰震了一下，就是这种状态，我已经洗干净了。豪横不豪横？你就说。好，这个先放在这儿，等我们的这个酱汁晾凉，然后我们放酒。段誉的方子是茅台，我们买不起茅台，二锅头，然后还有白兰地啊，这个是黄酒，这个半干型的黄酒。其实，很多人专访这个段誉的时候，他就专门说了，这个牌子的酒啊，是做熟醉蟹是最适合的。我们不是广告啊，我们也只买到了一瓶，正好市场上没有了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再加一瓶普通的黄酒啊，花雕。好，基于这个的毫升克重，我们也是放在片子的结尾和大家分享。好，那我们等它晾凉，把酒放入，我们马上回来。好啊，摄制，那我们这个酱汁已经凉了啊，凉了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来先放100克的白胡椒粉，就直接放里面就行了啊，就是根据我们的差不多的经验。好，给它和匀，然后就是酒的问题了。我们这个半干型的黄酒，其实原则上我们要1000毫升，我们先来500毫升，我们看一眼，然后我们加300毫升的白兰地，这个白兰地随意啊，就是也没有什么品牌要求。我看一眼，这个大概是750，那我们加一半。好，基本上可以了。300毫升的白兰地，然后我们再来250毫升的二锅头。我们没有那么豪横啊，我们就不要加茅台了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。哎呦，甚至能不能感觉到这个酒的香气立马就出来了？香气扑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拿一个勺，我们试一下。其实我们现在还欠黄酒在里面啊，感觉一下。确实，根据我们这配料，那我们再倒500毫升的，就是普通的黄酒就可以了啊。我们把它都倒进来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按照我们的配比，现在我们的所有任务都完成了。来，把它给调匀一下。这个配方呢，只是我们现在的配方啊，配方很多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增减啊。来，再尝一下。非常地道，摄影师有一个小问题，我现在尝了这个汁儿算不算酒驾？搅动一下，来，我们就要把它给放到我们的盒子里面。我们选择了一个我们这个密封的这个塑料盒子。来，这个汁儿呢，我们是可以反复利用的。除了这个熟醉蟹，我们泡完了之后，其实以我的经验，如果要是这个料这个咸淡度再增减一下，其实可以反复泡2到3次左右。除了熟醉蟹，我们还可以泡龙虾呀，还可以泡一些自己喜欢吃的，甚至可以泡卤蛋，都是可以的啊。来，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酱汁放进来，哇，好，让它充分的浸泡啊。来，我们把我们的料也放进来，哇，感觉你看我们这个刚刚好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有一点点富裕，哇，非常完美。来，那就是这种状态，我们把盖子盖上，哇，沉甸甸的，就是这种状态。那我们放在冰箱的冷藏室，基本上你要让它过夜是最好入味的。如果我们要是吃的话，大概放1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。这一箱熟醉蟹，您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，正好是这个季节。哎呀，非常非常美味的这么一只只的熟醉蟹，你拿到你爱的人面前会是什么感觉？自己去想啊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是这样了吗？陈师，这样就完了吗？没有。好，没完。为什么没完？好，这样我们先放在边上，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啊，其实我昨天已经泡了2只，来，我们看一眼成果。哇！
好香。怎么样？来，就是为了不让大家再多等待，看我们的这个，来，我们今天这2只来，我拿一个砧板，我们来把这个蟹给抛开，我们感觉一下我们的成果。哇，真是香气四溢！看一眼我们的这个圆鳍多么饱满，能不能感受得到？真是能。哇！好，来，我们放到这个砧板上来，我们就这样切了啊！看，切开炸裂的一瞬间啊！哇，我们的熟醉蟹怎么样？满满的蟹。满满的蟹黄，哇，真是香气四溢啊！成功了，真的。现在我可以说了，我们的熟醉蟹你学会了吗？真的要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啊！好，那我们这个成功了，今天就是这样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